今年6月份，我特地飞去英国，登上 P&O 邮轮，展开7个晚上的挪威峡湾梦幻之旅。这个在亚洲和美洲比较冷门的英国邮轮公司，感觉在搞小圈圈，外人很难进。而我硬是排除万难闯关成功。这一支影片除了跟大家开箱他们的吃喝玩乐和设施之外，我还会分享英式和美式邮轮的文化差异。最后我还会分享我是怎么订到这个搞神秘的 P&O 邮轮，以及过程中遇到什么波折。你好，我是Alison，这是我挪威峡湾邮轮系列的其中1集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我想做一个声明，以下的心得是我做了22次美式邮轮所比较出来的一些感想，提供你们参考。我想先从他们的免费食物说起。印象中，英国是美食沙漠，但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但现在的英国邮轮食物还真的是不好吃。我想让大家看一下画面，听一下里，是我太挑剔了吗？我们先去看一下他们的自助餐。早餐方面呢，跟美式其实也蛮像的，就是培根、炒蛋、香肠、番茄，还有一些豆类跟吐司。味道虽然比较清淡，但吃起来也蛮清爽的。但跟美式邮轮比起来，就是少了一些多样性，选择没有很多，但是该有的都有了。到了午餐跟晚餐，就会看到比较适合英国人的食物，就是会看到很多焗烤、脆皮，还有肉派，而且很多东西都因为有皮包着，所以我都不晓得里面包的是什么，我就不好意思拿来吃，因为怕吃的不好吃，然后又浪费掉了。所以我的感觉是在自助餐里面的食物分成4大类，1/4是很英式的食物，另外1/4是印度式的食物，另外就是每天固定都会有的沙拉、面包、烤鸡、烤鱼，一些冷盘这样子。而另外的1/4就是甜点，所以可想而知，对一个亚洲胃的人来讲，适合我们吃的东西有多少呢？说到他们的印度菜，其实也不是每一道菜都有咖喱，但就是看起来黄黄的，很多黄色的元素在里面，而且很多都是一pack 的耶，就是很多酱汁这样子。就算是吃他们的印度菜好了，但也没有很好吃诶，就是少了一些印度菜会有的香气。而他们的甜点外形没有很精致，感觉好像是一般人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烤出来的那种甜点。而且虽然选择不少，外形看起来也不一样，但是味道吃起来都差不多。而他们的宵夜呢，其实跟午餐是差不多的，只是选择又更少了一些。然后一定会看到有咸饼干跟 cheese， 让英国人配茶。而免费的饮料呢，有热茶、热咖啡，还有开水。虽然自助餐的食物很不吸引我，但邮轮上还有其他的免费食物哦。在室内游泳池旁边，除了自助餐之外，这里还有披萨、薯条、汉堡、热狗，一些简单的沙拉和甜点。8楼还有一个类似美食街的地方，这里除了有3间小餐厅之外，还有一些简餐跟沙拉吧。在8楼这里我叫美食街，因为这里有一间是吃 fish and chips， 连英国人都说很合格的 fish and chips。然后这里是吃亚洲菜，炒饭、炒面，一些咖喱饭，但是咖喱饭不好吃。旁边这里是吃汉堡跟炸鸡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助餐这么临近，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吃东西。这个鸡肉看起来煮得很好，但是为什么这个面很奇怪？为什么又像面又像是 cheese？ 好，又回到8楼了。我们先来吃一个炒粿条跟一个新加坡炒米粉，这2样味道都还不错，有过关。而这个就是连英国人都觉得好吃的 fish and chips， 炸鱼吃起来的确是蛮 juicy 的，而且没有骨头，所以我们很常来这里吃炸鱼。另外一间就是专门吃薯条、炸鸡跟汉堡，他们的汉堡很好吃哦。免费的主餐厅总共有4间，晚餐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吃的，味道和食材都是中规中矩。只是没有吃到任何一道食物是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。
西瓜寿司。哦，对，这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西瓜寿司。在海上日的时候，主餐厅也有免费的早餐。后来才发现，不同的主餐厅所提供的早餐稍有不同。在免费食物方面呢，有一点我真的要称赞一下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免费的 chef table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船长之夜。在美国呢，多数是叫 formal night， 而在 P&O 呢，他们叫做 celebration night 或是 black tie。像我们7个晚上的航程 formal night 就在邮轮的第2天，在傍晚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人换上正式的衣服。如果你想要融入邮轮的生活，或是参加比较正式的晚餐的话，就请你要换上比较正式的衣服。毕竟他们有个 dress code， 就是 black tie。在 P&O 上面，我真的发现男生大部分的穿着比美国的还要再认真打扮一些。毕竟他已经说了是 black tie， 而全球的女生都是比较漂亮的，所以基本上穿着没有明显的不一样，大家都穿得很漂亮，但基本上都是以黑色的服装为主。这个免费的 chef table 晚餐可以在出发前20天就预定，而用餐的地方就在自助餐里面。那一天他们会保留一区，然后都放上了白色的餐巾，马上整个氛围感就起来了，变得比较正式的一个餐厅的感觉。这是羊肉蹦蹦，不晓得蹦蹦是什么意思呢？炸羊肉球，羊肉的味道非常浓，有一点腥。不能说好吃，但是诚意非常十足。然后刚刚还送上这个 smoothie， 芒果冷汤 ，Beef Wellington。Bon appetit。这就是 chef table 的菜单，和主餐厅的菜单是不一样的。在菜单上，每一道菜都配了一杯酒，但这不强求，你可以不点酒喝。重点来了，各位。在 Celebration Night 的早上，每个人都会收到一张 voucher。这个 voucher 可以让你去酒吧换一杯饮料，可以是酒精，可以是无酒精。像我们就把 voucher 带来，跟 chef table 的服务生换了一杯酒，真是名副其实的 Celebration Night， 大家一起同庆。这就是我们那一天的穿着，提供你参考。而要付费的特别餐厅呢，这一次我们订了2个不同的餐厅。第一间是我看了很多英国 YouTuber 推荐的印度餐厅 Sindhu。预订这一间餐厅的时候，一个人会被收10英镑的定金。如果想要取消预订的话，就要提前，不然的话定金是不会退的。到了现场，我们决定选择3道菜的菜单，一个人22英镑。头盘我们点了蟹肉，主菜则是羊肉，还上了一些配菜。那我老实讲好了，头盘是冰冰冷冷没有什么味道的蟹肉，而羊肉是非常肥美的，也就是说很多肥肉，但是很香，而且吃到羊肉的原味，也就是有点腥。整体来讲，我没有吃到印度菜中该有的香气跟浓郁口感，有点失望。但很有可能是我们不懂得真正的印度菜，所以就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咯。第2餐是挪威特色料理体验，而我们喝的金黄色白酒是我闺蜜从法国带来的，谢啦。这一份菜单是由来自 Stavanger 有名的挪威名厨所设计的，而此时此刻我们的邮轮正在离开 Stavanger。这是一个6道菜的菜单，我们只要坐着等上菜就好了。整个航程中只有2个晚上有提供这个特别体验餐，一个人是32英镑。脆皮鸡皮配有一些鱼子酱。这一道菜是甜菜根配山羊起司。这个是来自挪威山区的蒸鱼，在流动的溪水那边抓来的。小山羊是从挪威来的，但是我今天才看过山羊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。谢谢你的牺牲。这个小羊排很好吃，非常软嫩，小小一块的，但是让你就是刚刚好。然后它的配菜也很好吃，非常赞。这个 cream cheese ice cream 超好吃的，非常清新。清淡，但是同时又很浓郁，很顺滑，好吃。这是 cloudberry 配上白巧克力泡沫。cloudberry 是北欧的宝物，只有夏天短暂的一季可以采收。挪威料理的最大特色就是使用新鲜的食材，简单的调味，
很常用一些腌制、水煮、清蒸、烟熏的方式来处理食材。今天我们都体验到这些特色了，在挪威峡湾的邮轮上体验挪威的特别料理，非常有氛围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娱乐表演的部分。因为这一次我的重点是在挪威峡湾，所以我比较注重的是停靠的港口。这一点 P&O 没有让我失望，港口都很美，而且基本上呢，一下了邮轮就在市中心，不用搭接驳车，也不用搭接驳船。每一次我们停靠的时候，都只有我们一艘邮轮。但如果邮轮没有峡湾这个部分的话呢，老实讲，整艘邮轮的娱乐设施是过于平淡的。在甲板上，除了几个游泳池之外呢，还有几个按摩浴缸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无边际游泳池，还有在8楼也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。当邮轮行驶在峡湾的时候，泡按摩浴缸就是最棒的娱乐。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没有滑水道，没有赛车，也没有任何的室外娱乐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游泳池，晚上这里会变成一个舞台，一天有几场表演。只是他们的表演让我有点摸不着头绪。有2个晚上这里举办了 Hush Party， 只是10点多的挪威天还是很亮，所以在这里跳舞有一种见光死的感觉，很奇怪。在剧院每天晚上都有表演，跟很多美国平价邮轮比起来，内容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多了一些英国的元素，但这也是正常的。邮轮还有几个地方都可以看现场表演。在美国大部分都是玩 bingo， 而在这里是玩赛马，好英国啊！每赌一注是2英镑，所以入门金额还蛮低的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。这室内主要的公共空间在6、7、8楼，有漂亮高雅的旋转楼梯，还有挑高的落地玻璃窗，正好让我们享受挪威峡湾的美丽风景。另外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影院，当然还有少不了的赌场，只是这里人太少了吧，在美国的赌场不可能这么冷清的，而且商店街也非常好逛。从精品到比较平民的商品都有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间专门卖挪威特色的纪念商品店。我买了围巾跟这个徽章。最佛心的是，你可以在很多楼层都找到免费的洗衣房，没错，洗衣服跟烘衣服都是免费的，旁边还有熨斗跟洗衣篮让你用。另外还有几台饮水机，可以让你随时补充水分。接着我想聊一下服务方面。那因为英国跟印度之前的历史关系，所以呢有很多员工都是印度人。那我就不清楚接下来我所体验到的是印度的文化还是英国的文化。因为在 P&O 所感受到的服务是非常单纯的，就是纯服务。我没有说不好哦，他们非常好，只是不像我所做的美式邮轮，那些员工会跟你打哈哈、嘘寒问暖，跟你问好，然后在那边哇嘘哇嘘，这些在 P&O 上面都没有。因为在行程中有一天是我闺蜜的生日，我就问主餐厅的员工问说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们唱生日快乐歌，但他们说没有这样的服务他们说因为餐厅就是吃饭的，他们不做娱乐。虽然 P&O 已经卖给了 Carnival， 那搭过 Carnival 的人都知道，在主餐厅吃晚饭的时候，吃着吃着，员工会放下东西，也不上菜了，然后突然就跳舞。这些在 P&O 也不会看到，因为餐厅就是吃饭的地方。P&O 还是保留了自己的英国文化，保留了比较英式的管理方式，所以你不会看到一些 pop up 的表演，更不会看到crew star waiter 在那边带动唱。我并不是说 P&O 不好哦，我只是说跟美式的不一样。但有一点的英式文化我超喜欢的，就是他们不强行收小费。其他邮轮公司已经固定的会收每人每天18块到20块的小费，而且有一些邮轮公司还会另外给你信封，鼓励你给更多的小费。在 P&O 不会有这些小费，在 P&O 完全是有弹性的、自主性的，你想给你就给，这就少了很多心理压力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点我非常喜欢，英国人做得好。我搭过的邮轮公司都有自己的 app， 订完邮轮行程之后呢，就去他们的 app 开始加购你的套票啊、特别餐厅行程。
他们只有网页。我以为 MSC 的 App 已经够难用的，没想到他们连 App 都没有，而且他们只有英文，这一点真的出乎我的预料之外耶。因为他们离欧洲这么近，你会想说它起码会有一些西班牙文或是法文，但是都没有，真的只有英文哦。而且网站上面也没有他们的菜单，要看菜单的话就要去餐厅外面，不然就是到了餐厅坐下来才看到菜单。好，接下来我想讲一下这个 P&O 到底在搞什么神秘。P&O 那是什么缩写？ Peanut and Oreo 吗？其实它的英文是这个，中文是这个。我上去他们的网站看，我就只看到最基本的资料，日期、港口，还有最低的价格。接着我想看不同的房型要多少钱，也看不到，也没有一个按钮让你可以直接订，所以我就写 email 给 P&O， 然后他回复我说，如果我有英国地址，我就可以打电话到英国的客服直接订，不然的话我就要人在英国，当我的 IP 是在英国的时候，我才可以直接订。另外一个说法就是，只要我们的 IP 不是在英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官方网站订。然后他还说，像我住在北美的话呢，我就可以透过他们的 agent Vacation to Go 去订。那因为有他们官方这么讲了，我就比较有信心。接着我就透过 email 和打电话的方式跟 Vacation to Go 联络，跟他们订票其实一点都不复杂。像我习惯什么都自己来的人，少了一些自主权，我就突然觉得很不舒爽，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透过官网去看每一个房型的差价是多少，哪一个房型对我来讲的性价比是最高。那当然，如果我问 Vacation to Go， 他们也会告诉我，只是要一个一个问，这样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订了最便宜的内舱房。但是我有加钱，让我自己可以选房间。当我决定了要订邮轮之后呢，因为 P&O 是英国邮轮，收的是英镑，所以 Vacation to Go 会以那一天的汇率来跟我报美金的价格，而且每个人会收120块的美金作为押金，是不会退的。当 Vacation to Go 收到押金之后呢，他就会开始帮我们订邮轮。几天之后呢， P&O 的官网就会有我们的资料，就可以在官网输入我们的 booking number 还有我们的姓名，看到我们的 booking。 而且 Vacation to Go 会给我们20天的时间来付这个尾款，所以说你会先看到你的 booking 的确是在 P&O 那里，你才付你的尾款。而尾款呢，也是会用当天的汇率跟你收美金。我这么讲，希望你们都听得清楚明白。那订完邮轮之后发现，现在比较便宜了，降价了， P&O 是不会给你任何补偿的。另外他们还出了一些小状况，比如说我订之前 P&O 的网站上面看是6月13号出发，但是在 Vacation to Go 是6月14号出发，差一天差很多，你这样会错过邮轮我就问 Vacation to Go 到底哪一天出发，他说 P&O 搞错了，而且这不是第一次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是14号出发。订完邮轮之后，我再登录到 P&O 的官网，发现说真的是6月14号出发，所以他们怎么可以错成这样？还有一个更夸张的，6月18号我们应该是要停留在 Flum， 但是在我要坐飞机去英国的2天前，我发现他怎么改地方了？怎么会写说要停留在这里？那我就慌了，因为我已经订了 Flum 的火车跟渡轮了。邮轮有些时候会改地点是很正常的，那你要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吧。我就写 email 问 P&O， 我们6月18号到底会停留在哪里？但是我都没有收到回复。但同时我也去 cruisemap.com， 的确看到6月18号。P&O Iona 会停靠在 Flum， 那时候我才比较放心一些，因为我想说一定又是他们搞错了。直到我上了邮轮之后，我收到 P&O 的回复，它上面就写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么晚才回复，我们知道你已经登上邮轮了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请你去我们的客服。很夸张怎么可以这么离谱啊？好了，听了我上述的经验跟分享，你们还会想要订 P&O 吗？我只能说，没有一艘邮轮真的是完美的，他们的行程的确是不错，价格也不贵。如果不是忘记去挪威峡湾的话，我听说他们的价格非常便宜，所以欢迎你们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哦。
这一支影片应该是我挪威峡湾邮轮系列的最后一支影片。我用心的整理了很多资料，每一个港口，还有邮轮，还有行程怎么挑，我都跟你们分享了。如果你每一支都有看的话，请你留言告诉我，让我觉得说我的努力是有帮助的，好吗？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问题够多的话，我可能还会另外再做一支影片给大家做一个回答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